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肩部作品更新中。兄弟们，咱一块儿上嘞！咱们这一拜那是大部位，嗨，弟兄姐妹一呀一起走啊！咱们这一拜那是天地变，嗨，我同当，不要不回头啊！咱在那水里火里风烟里来了又回，气吞江山。转眼这风雨洗一卷肉，只余下泪水交飞。应不寒，36飞行，昨日曾把酒言欢，转瞬入尘世，只因酒粉狂澜。随他去之盘桓，未到是非黑白在人间汹涌澎湃。谈山高水远，也知这乱世不在。曾不醉不欢，留豪情不凡。酒魂迷离又辗转，看日月变幻。待梦尘扬东海，乘长风重现天与地，再起波澜。兄弟们，咱一块儿上嘞！各位，你们觉得真会有效吗？我可是放下美差赶过来的。潇潇，上头怎么安排怎么来嘛，别抱怨。这一看就是大坑嘛，哪儿有会上当的白痴？哼，要我看，碧游村还真就是一帮白痴。你们说这缺德主意是谁想的？不是赵大爷的风格呀。还能有谁？当初村里谁跟老马走得最近？杨某啊杨某，阿莲这是欺负老实人呢。大早上的，怎么了这是？老爹，小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公司把青哥抓了，抓进了什么暗堡，说要问出一个叫马香红的人的下落。为什么要站出来？你不怕？对不起，我不想晚上再做噩梦了。我能确定，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没办法再对这些孩子动手了。最后，如果还是什么都没问出来的话，他们会被废掉，并且永久关押在这里。我已经把这种安保的地点都告诉你了。我想至少应该让外面的人知道，这里正在发生什么。问点啥呢？这货最近过得咋样？这答案连看的价值都没有。公司可真会搞事儿。先生，这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。你看，您住这头2天也没事儿，对吧？不介意的话，问您一下，您为什么要翻开我们的床垫呢？姐姐，怎么成了你审我了？
过分了！这一天一天的，还让不让人提个消停价了？讨厌不讨厌？神经病吧这人！王大师，抱歉。哦，终于露面了哈！你们还有脸说抱歉？这一天一天不理你们得了，还来劲了吗？要脸不要？要脸不要？1万美元！说，你们到底想怎么着？王大师，您几次拒绝奎爷的邀请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奎爷交代的跟住了您，我只能照办。陈坚奎，唉，得，我也烦了。我说个地儿，让他过来，一个人。距离所谓的处刑日，从现在起还有3天。哎呀，说起来，公司还真是大手笔，为了个马先红，直接放弃了一座暗堡。怎么会？我听说公司的第1座暗堡出过事儿，后来废弃了，应该就是这座了。行啊，你张楚岚，啊，摆弄一个傻丫头还不够。天师的徒弟也给诓到身边来了。哎呦，官哥，您这话说的怎么叫诓啊？对了，小张，你知道吗？刘明远那个秃子找到了，死了，自杀。跟东北那边打听了，这货是个马仙儿，水平不高，也没什么名气。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印象也不是手段，而是他反复都戒不掉的毒瘾。想什么呢？啊，对了，给大伙介绍介绍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设计出这么个阳谋？设计？我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当初各自都有自己的任务嘛，我就负责和老马唠嗑，你们多少也和他打交道了。形容一下老马。孩子底子不错，就是有点偏激了，执念太重，自以为是的小屁孩儿，偏执自大，爱钻牛角尖儿。血扰。我呢和他相处最长，所以多少注意到一些别的。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对，但你们发现没有，这个人还有很强的正义感和责任心，而且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坦率。正是他的这些特质让我觉得他与救他的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和谐。凶手不惜干掉公司的人也要救他，可以认为老马对凶手来说很重要。而老马呢，在碧游村很低调，可他来者不拒，根本没有隐藏自己的意思。他这个人不喜欢藏，但凶手呢，老马的近人和押送老马的人都死了，这肯定是为了藏。原来如此，不藏和隐藏，你是要从这点下手，强化他们的分歧。所以让耀星社和小站把消息放出去，这些人都是因为他才遭到了无端的迫害。一个为了陈朵能和公司翻脸的人，我不相信他会无动于衷。只要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他一定会有动作。理论上倒说得通，但你的阳谋也太阳了，他会上这种当？而且你怎么保证他知道了消息一定会来这里？嗨，只是有这种可能嘛。我在信息里做了手脚，一旦老马接触到，对他的刺激应该是很大的。来了，不会真让你小子押中宝了吧？这位怎么来了？哦，那是解空大师和他的大弟子宝文和尚。解空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各位是公司的人吧？我为何而来，各位还不清楚吗？您多少年的道行了，还看不出这里面的猫腻？
赵总虽已和我说明这是个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不过老和尚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总要亲自过来看看。哼，您就是怕赵董忽悠您呗？我们公司什么形象？来，诸葛先生，您听我给您解释。抱歉，关于这件事，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，是啊，您打听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，这事儿应该是上面绕过我们的，我们也猜得信儿。老和尚谁呀？你连这位都不认识？十老之一，解空大师，他是少林出身，后来成为灵隐寺住持。师傅说，大师曾是一位极厉害的武僧，只是不知什么原因，一身的手段都被废了。大师，您要是不放心，我带您到里边转一圈。有劳。这位杀气腾腾的保文大师是冲谁呀？还是说我们有失礼的地方？保文，师父，看到这个畜生，我忍不住。师傅，您还这么硬朗啊？有自在，师兄少见。哎呦，师傅，天理何在呀？弟子大师傅了。师傅，哎呦，师傅，我真没主意。哎呀，老和尚我命苦啊！哎呀，都是收徒弟，你看看人家张之维门下，算上已经先去的梁道长，师弟子那一个赛一个啊！哦，对，现在应该是9个了。哎，再看看你们这帮孽障！师傅，我错了，我不打了。大师，现在这个样子，咱们到里边看看。和宝镜又有什么分别？走。怎么样，大师？我没骗您吧？这儿废弃的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公司想必有公司的理由，是老和尚我多事了。没事没事，咱这就告辞。宝镜，我们的约定你遵守了吗？自卫除魔，此外至今再没下过杀手。那不是很好？只是心魔从未消退过。师父，恐怕终有一天我还是会忍不住对无辜之人动手。只要你还没放弃自己就行。记住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败给心魔，打算滥杀无辜，杀我。弟子谨记。出来！从昨天开始一直在山中晃的那2个孩子，真的不要管吗？不用，尤其不用萧哥您管了，甭理他们，他们不会给咱们捣乱。哥，张楚岚这次出来看不出和无根生线索有关系，咱们还要不要看着？留下来吧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。今天就是公司制定的出行日，我也好奇，公司在搞什么鬼。出行日过了，到底还是没来。马先红再怎么蠢，也不会落入这种陷阱了。托任务的福倒是清静了几天。还是谢谢你了，阿莲。怎么样了？我打听到的消息是，林世公都已经返回自己的大区了。可靠吗？我没法确认，也不能再过多打听了。安民将老赵已经回到董事会内部了，你只要继续看着马先红就行。姐姐，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让我休息的吧？哼，姐姐，你觉得我是蠢货吗？会跳进这么明显的圈套？那就好。
仙红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不做蠢事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几乎可以确定是个圈套，但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如果上根器因为我的缘故遭到了迫害，我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。如果上根器真的被害了，等我们达成了目的，再找公司复仇不是更好吗？想想你是为什么努力到今天的，完成了修身炉，你失去的记忆就能回来了。想想哪个更重要？姐姐，说实话，我有点失望。这么久了，你原来并不知道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。对我而言，活着安心最重要。不去确认这些上根器的处境，我于心不安。仙红，那我也告诉你吧，如果你去了的话，是绝对得不到你所谓的安心的。相信姐姐，相信，一定要相信。这世上除生死以外，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。去认知，去判断这些不确定的东西，才是导致你不安心的本源。交给我，不要去判断了，不要去思考了，全都交给我，让我来教你该怎么做，这才是你安心之道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一直有种很可怕的想法，我不敢对你说，很讨厌这种想法，可它就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。再说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哎呀，告诉我，凭什么相信你？姐姐，这是什么？你的手不只有红色吗？三担担呀，红彤彤嘞，满山的开。哎呀呀，你红，哎呀人人爱，朵朵荡漾啊，朵朵红来似那贵人来。宝儿背着长出篮来翻几座山，哎翻大山来呀那过三关，左牵着秋儿嘛，右牵着水来嘛，哎呀四老弯呀。古人古寺在这空谷转几个弯，哎楼弯弯水呀那水盘环，跨过来这坎儿峰回楼转，哎呀水盘环。山外的来往故里转，往故里转，哎三月天呀那边边乱，大大的猴儿那站起来呀那个个慢着算。千里那个雷声来了远后万里山，哎雷声来这来还山连着山，一家路上那下过了蛋呀那下呀下过了蛋，这回走了可再莫来呀呀再莫来。赵总，那位呢？老爸，这么厉害的东西，为什么今天才教我？你是我儿子，不是我仇人。我今天教你都是犹豫再三呢。知道外人眼里怎么看咱们武侯派吗？神庙。不止如此，还有繁杂和花哨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们武侯派修习的这么繁杂。你说这也学，那也学，学来学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哼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。咱们掌握这些东西，
无非是为了强其筋骨，固其心智。最终，我们要掌握自己。它的原理和用法都一反武侯派以往的繁复，朴实得很，简单的紧，却也危险至极。上丹之神，中丹之气，下丹之精，依法以这3宝为能量，去点燃吧，点燃一把性命之火。你想用这种你都掌握不了的玩意儿来对付我？来呀，你有本事点给我看呐！不可能，我们一起都没法成功，你一个怎么能点出来？福祸相依，原来是这样。正是因为那些绝技太过恐怖，以至于对三昧火多余的敬畏已经消失了。正是因为你成为了8绝技的奴隶，我解放了。就你那点道行，能控制得了三昧火吗？就算你能控制，这内劲任我游走，你烧得到我吗？唉，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傻了？你不会忘了咱们这三昧火是干什么的吧？这把3宝为燃料的火，可不烧劈柴，也不烧土石，它专烧世间万物的神火。你逃啊，慢慢逃，远远的逃。我本来就打算把这里烧个干净。你这个王八蛋，三昧火跟8奇迹也比不了，你明明知道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所以就更不能纵容你。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别烧了！哦，青，你醒了，你这是破关了？诸葛青，诸葛青，张楚岚来公司了，有事儿找你。找我？